我抓着他的衣领，歇斯底里：“楚阳阳，你别装犯病，乔安安是我的女朋友，无论什么理由，你也不能动她。”楚然，别打阳阳。我停下了动作，正论地看着乔安安。楚然，我已经是阳阳的人了，你再打我男朋友，我会报警。男朋友？好刺耳！我不过出差3天，乔安安就和楚阳阳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仅仅问出这3个字，我仿佛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楚然，你的情况你自己应该再清楚不过。比起嫁给你当楚家的过街老鼠，我相信任何人都会选择嫁给阳阳当楚家的万人宠。呵呵，不知道是太过荒诞，还是我已经思维错乱。明明我的心已经碎成了齑粉，但仍笑出了声。他们一家人看着我脸上的笑容，一定觉得我是疯了。我干脆仰头笑了个痛快。等我笑够了，才将目光重新给到乔安安。我今天回家原本就是和楚家人断绝关系的，至于你想当楚阳阳还是我的女朋友，都与我无关。倒不是我想强行挽尊，而是我想明白之后，真的觉得不值得。那现在就带上证件和协议书，一起去解除领养关系。与女朋友相恋3年，我带她回家见家长，望能好好商讨一下结婚的事情。这是我女朋友乔安安。我介绍完家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爸妈没有看我，我习以为常。只是他们给乔安安的，竟然也只是个余光。倒是弟弟楚阳阳，嘴角带笑的一直盯着乔安安。哎呦，这么大啊！乔安安吓得后退半步，我也第一时间拦住了楚阳阳的咸猪手。原本以为在这个家待了28年的我，已经忘了什么是深情，抓着楚阳阳的双手，加重了力道。啊，楚然，你疯了吗？我不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弄疼我了。楚阳阳话音未落，爸爸楚建国就会劲踹我身上，妈妈赵雪梅也开始破口大骂。楚然，你弟弟有哮喘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还有脸欺负他？我松开了手，看着楚阳阳，一副受了委屈的表情，揉着自己的手腕。我住手倒不完全是因为我害怕爸妈的打骂，而是今天毕竟是乔安安第一次登门，我希望这个破败不堪的家起码能稍微美化一下。赵雪梅满脸心疼的给楚阳阳手腕呼呼完之后，冷着脸呵斥我：一会儿做完饭去厨房。这是我家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我在家，就是由我负责做饭，只要我犯了错误，就会被罚用餐时在厨房站着，不许吃饭。这个错误可能是像今天这种我伤了楚阳阳，也可能是我做的饭楚阳阳不爱吃，甚至可能单纯是楚阳阳今天不想让我上桌。我没有为自己辩解，那样只会引来更多的麻烦。我只希望乔安安能尽可能安静的在我家吃顿饭。爸妈，那一会儿让安安陪你们吃饭吧。你得罪的又不是我。其实不管得罪不得罪，说白了，谁上桌吃饭都是看楚阳阳的心情。楚阳阳，让你嫂子和你们一起吃吧。乔安安今天是来商量结婚的，我希望楚阳阳能多一点体谅，故意强调了嫂子2个字。没想到这次楚阳阳居然没有作妖，直接爽快的答应了。只是他看向乔安安的眼神，总让我有种想挥拳头的冲动。虽然我中午一直站在厨房，但是一顿午餐时间也算是和平度过，没有再发生任何冲突矛盾，这正是我的最低诉求。他们吃完饭，我照例洗了碗，准备了果盘。只是当我将果盘端到客厅的时候，看着相谈甚欢的4个人，突然生出了他们才是一家人的错觉。我走向茶几的脚步逐渐变得缓慢，心里有一种我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涩感。楚然，帮阳阳拿根牙签吧，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牙签放在哪里，8成是你中午的排骨炖得不够软烂刺牙了。乔安安仿若家常般的一句话，却将我彻底石化在原地。其实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就明白爸妈是偏心弟弟楚阳阳的。虽然爸妈总说是因为他有哮喘，我要让着点他，但是我也不过比楚阳阳大5岁。在那个依赖父母的孩童年纪，我难免会伤心，也会质问爸妈。有次楚阳阳想要我最心爱的足球，可那是我给同桌代写了1个月作业才换得酬劳攒钱买下的。我一直记得爸妈的教诲，虽然不愿意，但还是借给了楚阳阳，只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小心玩。结果他出门一趟回来就告诉我弄丢了，我气得动了手，但是拳头还没挨到楚阳阳，就反被爸爸一拳打到在地。楚阳阳借机附在我耳边：哥哥，我是故意扔在外面的，凭什么你能买得起足球？他嘲讽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可是明明他只要张嘴，爸妈就一定会买给他的啊！但是爸妈不愿意给我买，我就凭我自己的本事赚到钱买也不行吗？那次我发了疯一样对楚阳阳不依不饶，结果就是楚阳阳毫发无伤，我被楚建国打得几乎要休克。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使尽全身力气大吼着问楚建国：我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？楚建国将我抱了起来，原来爸爸的怀抱这么温暖这么宽大，我有种被人保护可以不怕一切的错觉。爸爸一定是觉得刚才不小心下手太重了，才会头一次如此这般的抱着我吧。我还没尝过甜头，楚建国就打开窗户把我直接从窗外丢了出去。当时我们家住在2层客厅，正对着小区院子的小花园，花丛的枝杈做了垫背，让我幸运的没有丢了性命，但是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很多久久无法消退的疤痕。我躺在花丛里，没有一丝力气再挪动，就这样静静的躺了一夜，直到第2天凌晨被晨跑的邻居发现，才打了电话送我到医院。因为救护车的费用回来时，爸妈2个人冲着邻居家大门唾骂了整整1个小时，回家又打了我一顿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彻底安静，再也没有说过他们偏心的事情，也没有再提过亲生的问题。甚至后来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，讨好楚阳阳。只要楚阳阳高兴，我甚至可以玩他不要的玩具，或者穿他小了的名牌衣服。即使学校的同学们都笑话我，我也毫不在乎。因为从那时起，爸妈打骂我的次数明显下降，甚至有时还会夸赞我2句。所以我觉得爸妈其实还是爱我的，只是像他们说的，因为楚阳阳有哮喘，所以他们对楚阳阳没有那么严厉罢了。成年后，尤其工作后，
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有时候脑子会不由自主地想他们到底爱不爱我的问题，但是每次都让我人为控制住了。不要纠结那些没用的问题，只要坚持我的生存之道，就是家庭和睦的最优解。只是今天乔安安的突然出现，包括他随口而出的那句使唤，彻底打破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平衡。楚然，帮杨洋递下牙签。家里人对我如何我都习惯了，但是乔安安是我的女朋友，和这个家庭原本没有任何交集。在我的概念里，自私的以为乔安安是完全属于我，或者说完全向着我的，但是她却让我帮楚阳阳递牙签。我知道这是小事一桩，但就偏偏像一根绣花针一样，虽然扎的人没有很疼，却让我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我僵直地站在原地，无言地拒绝着。楚建国用烟灰缸砸向了我的脑袋，我感觉耳尖上面的头发一瞬间变得湿润且黏腻，我的脑袋流血了。我第一反应还是看向乔安安，比起我的伤势，我更在意她的反应。毫无意外的，她被吓到了。我来不及分析她眼神中除了惊慌外的其他色彩，尽力用平缓的语气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我没事。”似乎是我的安抚起了作用，她的神色缓和了一些。我陪你去医院吧。乔安安关切地看着我。去医院，从小到大，无论我被楚建国打成什么样子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带我去医院看看。所以乔安安还是爱我的，还是所有心思都在我身上的。刚才我居然还小人之心地和她置气，想想我的行为真是幼稚，又没有风度，甚至有些对不起乔安安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赵雪梅就开始骂骂咧咧。不就是擦破点皮吗？去什么医院？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我们家4口人，楚阳阳去年也大学毕业了，但是现在除了楚建国的一点养老金外，我是全家唯一有收入的人。虽然我去医院花的也是自己的钱，但是我理解赵雪梅节俭的理由，所以即使我的收入算得上中上水平，也依旧没有回嘴。只是楚阳阳却开始阴阳，人家牛呗，念书的时候就是高材生，去了单位不是号称也是骨干吗？这点钱算什么？人家就是愿意白白扔给医院呗。赵雪梅听着楚阳阳的话，把气又撒到了我的头上。有点臭钱也不知道贴补家里，尽享自己享受了。哼，你弟这2天又开始气紧了，都没法出去找工作，还怕给我们增加经济负担，才一直没去医院。我掏出手机给赵雪梅的银行卡转了100块，一言不发地回到了我的房间。我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绷带、胶布和药水。乔安安跟着我走了进来，她也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，见到刚才的一幕，也没有再提让我去医院的事情。她主动接过纱布，开始帮我包扎。其实我的屋子根本算不上是个房间。年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因为我几乎是全家唯一有靠谱收入的人，自然而然担负起了买房的责任。上班6年，我平常开销也不多，再加上理财首付，钱是富裕的。而且房贷对于我现在的月收入而言，也不算一笔太大的压力。只是爸妈提醒我，我既然已经在单位附近租了房，还不如直接买2室，我经济压力也相对小一些。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是2室之外的储物间，就像爸妈说的，我上班之后就很少回来住，所以房间也没有买床。但是因为只有9平米，所以只能买一个儿童床垫铺在地上。183厘米的我，每次在这里过夜睡觉，确实会憋屈一些。不过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儿，偶尔将就一下而已，我从未放在心上。但是当乔安安走进这个房间，我开始莫名的不安。我自己无所谓，但是他进来让我觉得自卑无比。乔安安环顾一周，最终什么话都没有说。我感谢他的闭口不提，是对我自尊的顾忌与保护。当我走出房间时，楚阳阳又用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眼神看着乔安安。赵雪梅在楚阳阳和乔安安之间打量了一下，嘴角一勾。阳阳，你是不是喜欢乔安安？是喜欢。楚阳阳冲着乔安安挑了挑眉，我心下一凛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是楚阳阳说喜欢的东西，即使原本属于我，爸妈也会帮着他夺去。不行，我语调艰涩，不知是生气还是慌乱。安安不行，我向前半步挡着乔安安。那你跪下求我，求我，我就不要乔安安。我知道乔安安是人，不是我小时候拥有的任何一件物品，不是楚阳阳说抢就能抢走的。但是20多年的阴霾已经让我完全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能力。楚阳阳，求求你了，我不能没有安安。我已经顾不得当着乔安安的面跪自己的弟弟到底有没有尊严。我只知道，我想留住乔安安。哥哥怎么办？你越想留我，就越觉得乔安安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。一股不祥的预感袭来，我急促地问着楚阳阳：“你不是说只要我求你，你就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楚阳阳打断了。害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楚然乔安安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。乔安安应该是被我家这个离谱的情况吓懵了，自始至终一言不发。我把她护在身后，狠厉地瞪着眼前的3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但是乔安安不行。你弟弟有哮喘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找个女朋友多难，你怎么心眼这么小，怎么当人哥哥的？哮喘又是哮喘，他体弱多病，我体谅他。但是这是他能抢我女朋友的理由吗？自从我被楚建国扔下楼之后，再也没有在这个家发过脾气。无论是中学时他们饿了我4天4夜，还是大学刚毕业他们让我供楚阳阳念大学，亦或收入稳定后我开始每月给爸妈2000生活费，他们又让我每月也给楚阳阳2000。再或者当初商量买房时，他们看中了离我公司很远的小区，甚至是他们让我把房本写楚阳阳名字时，我都没有生气。但是这一次因为乔安安，我再一次发飙了。就因为楚阳阳有哮喘，我迁就了他23年。乔安安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也是你们的儿子，你们怎么从来不为我想想？我整个人气到发抖，但是依旧说不出太难听的话。没心肝的东西，当你弟弟真是阳阳倒了8辈子霉了。当楚阳阳的哥哥才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。我终于忍不住说了重话，楚阳阳却勾起了嘴角。那你别当我哥啊，有种你立刻和我们家断绝关系啊！我的脑子一阵嗡鸣，正愣地看着楚建国和赵雪梅，他们2个欲言又止，但是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其实小时候被楚建国扔下楼那次之后，我不光是学乖了，还意识到一件事情，我一定是爸妈亲生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楚建国才会因为我大逆不道的提问，刺激的气急扔了我。那次之后，我没有再闹过，除了因为害怕和找到生存之道之外，还带着一点愧疚。从此，这类问题在我的心底化作了禁忌。我骨子里一直有最传统的孝道思想，但我现在不禁思考，自己是不是太过于孝了。此刻楚阳阳提出断绝关系后，楚建国和赵雪梅冷眼旁观。断就断。我拽着乔安安走出了家门。等我带着乔安安回到我自己租的房子，我们2个都默契的没有再提起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因为第2天一早我要出差5天，所以乔安安开始帮我收拾行李。
你一个做技术的，还要跟着老板到处飞。我们公司是做游戏软件的，我是研发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T 男。乔安安是我们公司的文员，平常也总是吐槽我做这些本可以找理由避开的工作。当年也是学姐信任让我进入了她的公司，还委以重任，而且就算不说这些人情，我现在的工资也是同行里的中上水平多，做些工作也是应该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薪水比较丰厚，我又如何在攒了首付和老婆本之后，每个月还了房贷以外，还能匀出钱来给爸妈2000，楚阳阳2000？安安不用操心，我倒是你别光顾着减肥不好好吃饭。我思索一下，又补充道：算了，出差期间我给你订1日3餐吧。这次业务谈得异常顺利，整个行程进度提前。我在第3天的时候就结束工作回来了。落地后，我给乔安安打了好几通电话，一直没有人接。想了想，我决定还是先回家一趟。那天也许是在气头，上话赶话，但是出差这几天我已经想明白了。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和这个家断绝关系。我已经咨询过律师，所以需要回家一趟，让他们一起把该拟的协议都写好。只是我刚进门就看到乔安安倚着楚阳阳，旁边坐着楚建国和赵雪梅，一副一家4口其乐融融看电视的画面，刺激得我大脑一片空白。乔安安见到我的一瞬间，惊讶地坐在了沙发上。哥提前回来，怎么不说一声，我们好去接你啊？他再次用那种令人作呕的目光瞥了一眼乔安安，然后得意洋洋地看向我，笑容逐渐变态。这是我女朋友乔安安，哥认识一下。我不知道自己此刻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但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带走乔安安。我不知道我出差的这几天家里人对乔安安做了什么，但是我一定要救她走。我冲上去一把拽起乔安安，却被楚阳阳伸手拦住。哥对弟媳妇儿动手动脚不太合适吧？你闭嘴！我知道楚阳阳是在故意恶心我、刺激我，但是我偏偏无法控制情绪。我一拳挥向楚阳阳，他没有反击，反而是一阵呛咳，然后他开始努力深呼吸，似乎睁再大的嘴都无法吸进足够量的氧气，这是他犯哮喘的前兆。我抓着他的衣领歇斯底里：楚阳阳，你别装犯病，乔安安是我的女朋友，无论什么理由你也不能动她。楚建国拿着扫帚用尽全力打我，别给老子欺负你弟，滚出去！我不顾楚建国的殴打，继续在楚阳阳身上撒气，然后一双雪白的手拦住了我。楚然，别打阳阳！我停下了动作，正愣地看着乔安安，他似乎看懂了我眸色中的疑惑，轻声解释：是我自愿的，楚然，我已经是阳阳的人了，你再打我男朋友，我会报警。男朋友？好刺耳！我不过出差3天，乔安安就和楚阳阳在一起了。冷静下来的我开始回想刚才楚建国打我的时候，乔安安也只是冷眼旁观，一如那天楚家人都不愿意让我去医院时，他也只是默不作声，并没有像普通情侣那样因为担心坚持送医。原来他从那天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决定。为什么？仅仅问出这3个字，我仿佛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楚然，你的情况你自己应该再清楚不过，比起嫁给你当楚家的过街老鼠，我相信任何人都会选择嫁给阳阳当楚家的万人宠。呵呵，不知道是太过荒诞，还是我已经思维错乱。明明我的心已经碎成了齑粉，但人笑出了声。楚阳阳这会儿也不见气短了，一脸审视地看着我。他们一家人看着我脸上的笑容，一定觉得我是疯了。我干脆仰头笑了个痛快。等我笑够了，才将目光重新给到乔安安。我今天回家原本就是和楚家人断绝关系的，至于你想当楚阳阳还是我的女朋友，都与我无关。倒不是我想强行挽尊，而是我想明白之后，真的觉得不值得。乔安安这种女人不配得到我的爱。楚建国和赵雪梅听见我真的下定决心要断绝关系，开始顾左右而言他。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什么谁的女朋友？就是你弟弟的女朋友，还能是谁的？楚阳阳见爸妈这个反应，眉头微微蹙了一下，然后转头看向我。忘记告诉你了，你本就是爸妈领养的，断不断的，你都不是我们家人。然后楚阳阳扭头看向楚建国和赵雪梅。怎么二老这副表情，是舍不得失去这么个优秀的儿子了吗？关于领养的问题，我小时候真的怀疑过无数次，甚至年幼的我还找邻居们旁敲侧击的打听，直到被楚建国扔下楼那次以后，我开始坚信自己一定是亲生的，并且因为我的失言不断内疚，然后就用加倍的听话和孝顺来弥补。但是此刻听着楚阳阳的话，我觉得自己这20几年的人生宛若一个笑话。像他说的，我确实是楚建国和赵雪梅领养的，所以在我当年质问楚建国的时候，他无言以对。他本就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，又对我一个人有习惯性的暴力倾向。在我大声质问是不是亲生的问题时，他觉得驳了他的面子，第一反应自然是以暴制暴。我却自己给自己脑补了一段情真意切的理由，还因此在之后的20几年更加心甘情愿地做牛马。我头一次知道当了小丑是什么感觉。赵雪梅听着楚阳阳的反问，根本顾不得安抚我的情绪，径直走到楚阳阳身边，一边拉着楚阳阳一边解释：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我们承认的儿子当然只有你一个，就连楚然出现在这个家，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当年大师给我们看了，只要领养一个男孩，就能顺利的怀上儿子。这些妈妈不是都给你解释过很多遍了吗？解释过很多遍。我突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虐待我了，不光是因为原本就不在乎我，更多的是他们想要向楚阳阳证明，他们爱的只有楚阳阳一个。在这场证明游戏里，我就成了那个弃子。最可怕的是，我还替他们找尽理由，自我 PUA。我看着他们的嘴脸，在脑海中幻想着将他们生吞活剥的画面，但是我没有这么做。为了这些人不值得。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平缓情绪之后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那现在就带上证件和协议书，一起去解除领养关系。当我们一行人站在门口时，赵雪梅用胳膊肘推了推楚建国。楚建国轻咳一声，掩饰尴尬。那个楚然就算解除了关系，我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，
而且也花费了不少积蓄，所以以后每个月的生活费你也不能少了我们的。我心底一声冷笑，还没来得及发话，楚阳阳倒是先出声了。爸妈，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我这歇了1年是因为身体不适，没法出去找工作。如今楚然也要离开这个家了，以后没人气我，我的哮喘基本就等同于痊愈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我和楚然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，我还比他年轻，有的是干劲，比起他的收入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没错，我和楚阳阳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，不同的是，我是高考以省状元的身份被计算机专业录取。当年楚建国和赵雪梅原本是想让我直接上班挣钱，所以大学4年根本没有给我1分1毫。我靠着几奖学金和自己做兼职熬过了那4年。而楚阳阳被我们学校录取，本就是因为楚建国拖了9转18弯的关系，我又给他掏了好处费，才将就被我们学校相对而言录取分数线最低的市场营销专业录取。这些事情楚阳阳不知道，我也懒得说，